关注人工智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键盘上的上档键。那么上一期我们介绍了意识的基本概念和6大模型，有了这些知识，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讨论这一篇章的核心问题：人工智能要怎样才能获得意识？它会像人类一样是一个单独的个体，一个人都是不同的，还是会以一个超级计算中心为它的物理载体，而出现一个超级意识体呢？那么我们如果顺着这条思路来讨论下去，我们就会发现，至少到现在，也就是2024年、2025年的技术水平，想要人工智能出现意识，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之前第5集的时候，也就是人工智能的未来瓶颈与大山那一集中，我们说过，现阶段人工智能的神经网络，它的参数个数要达到和人脑的参数个数一个水平的话，它的耗电量就会达到1亿瓦特。1亿瓦特是什么概念？大约相当于30万到40万人的一个城市的耗电量。那么这样子算下来的话，包括发电厂、包括算力中心的整个投资就会高达数十亿美元。显然，如果没有巨大的技术突破的话，那么在可预见的未来，人工智能肯定是以一个超级计算中心的形式出现的。那么人工智能如果即使做了像人这样子的一个个体的这样子的人工智能机器人，那么由于它本身的算力限制、功耗限制，那么就算比如说哪家公司推出了相关的产品，那么这样子的以人形或者说单独的一个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基本上它产生的意识是不可能的。也是根本就没有讨论的必要的。它就算产出了，它也是一个弱智机器人，不要说产生意识。所以整个答案就是 no。现阶段的人形机器人是不可能产生意识的。那么我们假设到2040年或者2050年，在AI 的帮助之下，我们成功的将神经网络的功耗缩小到了大概人脑的一个水平，也就是大约20瓦左右。那么这个时候 AI 能获得意识吗？先直接说答案就是还是不知道。那么前面的6个理论呢，似乎在暗示，意识的出现离不开神经网络，而这个神经网络必须足够大、足够复杂，网络中要有大量的循环网络和反馈网络，并且整个神经网络各个区域之间的功能就像大脑一样，它是独立的，是模块化的。除此之外，这些模块之间还可以在特定的条件之下形成一个链接，就是几个模块之间是有链接的，是可以去整合这些功能区和模块之间产生的信息。这个时候，对于人类而言，意识就出现了。但是仔细想想，大家有没有发觉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这几个理论，特别是和神经科学相关的几个理论，给出来的是人类在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大脑神经网络状态的变化。就是说，人有意识的时候，大脑的神经网络是怎么样子处理信息的；人在无意识的时候，大脑的神经网络是如何处理信息的。但是意识如何产生的这件事情，它并没有解释。或者我们把它反过来问，就是如果人工神经网络的结构和人的大脑是一模一样的，那它一定能产生意识吗？那么答案肯定是还是不知道。举个例子啊，就好比我们有一个钟表，然后你把钟表拆了，你就了解钟表是如何计量时间的。有几个齿轮，有几个发条，相互之间是如何配合的。但是你依然不知道时间是什么呀，因为钟表本身只是测量时间，它并不产生时间。而人脑会不会也只是度量的意识，而不是产生的意识？至少到目前为止，人类是没有能力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对此，基本上，如果说我们人类对这个问题是一无所知吧，那基本上就说实话了。虽然彭老爷子的协调客观还原假说，那么给出了意识的来源。那么第3次讲到这个理论了，他认为意识的来源于神经细胞内波函数的坍塌。但是彭老爷子呢，这个理论是无法验证的。
所以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它都只是一个假说。除了彭老爷子的假说和树突整合理论以外，那么上集我们介绍的其他大多数的理论，实际上都在神经网络这个层面来试图阐述意识形成的机制。然后我们知道神经网络是由神经细胞构成的，而一个人体细胞，那么包括神经细胞在内，那么它含有100万亿个原子，也就是1后面屏幕上这么多零的原子。而这些原子在神经细胞内，它进行着无穷多、几乎无穷、很多的复杂的化学反应，而且还有巨量的一些量子效应。那么这些反应和量子效应在意识的形成中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实质上我们都是不知道的。但是如今我们人工神经网络里面的一个神经元却是这样子的。它把它简化成了一个圈和几根棍子的图形。顺便提一句，那么简化后的人工神经网络的一个具体算法，我们会在以后的章节和朋友们再做详细的介绍，还请大家关注，不迷路哦。把一个有100万亿的神经元，里面有100万亿个原子的神经元简化成一个圈和几根棍子，这就好比把一个人的心、肝、肺、胃、肠、胰、脑、肝、脊髓，通通全部忽略掉，再把人的幸福、悲伤、恐惧、愤怒、厌恶、惊讶等等的感情全部去掉，单单留下来吃饭拉屎2件事，把一个超级复杂的人简化成了这样一个圈带5根棍子的人，然后试图再用这样子一个超级简化的人去建立整个人类社会的模型，去预测人类未来的历史一样，它一定会漏洞百出，结果肯定和真实的情况会大相径庭。大哥，你想说什么啊？越说越远了哦。主播的意思是呢，人工智能要获得意识，它必然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是从量子层面到分子层面到细胞层面，再到神经网络的层面，以及整个信息流动的层面的方式。那么它是一整套完整的复杂系统，只有这一套系统完善了，它才可能出现意识。也就是说，只有这套系统完善了，人工智能才有可能出现意识。然后让我们继续推导下去。如此复杂的一个系统，它必然不是一次产品设计就可以完成的，那它必然是不断的迭代、不断进化的一个结果。那么比如说手机，那么早期的手机是这样子的，它只能打电话。那现在的手机呢是这样子的，它会有很多种的 APP， 它可以看新闻，可以社交，可以拍照，可以照明等等等等。那么它的复杂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一开始的手机能力了。同样对于人工智能也是如此。那么这边还是有个小区别，区别就在于人工智能这个产品，它的潜力几乎是无限的，它的眼镜也几乎可以无限下去。我们可以看到，现阶段 AI 的产品形态基本上还是以 GPU 的阵列来组成的计算中心为这个人工智能的物理形态。那么像 ChatGPT、Gemini、Anthropic、Llama、文心一言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形态。我们可以看到现阶段，几乎所有的 AI 应用，那么无论是图像生成、视频生成、音乐生成、蛋白质预测、聊天机器人、自动化的金融分析，那么都是这样子的，那么都是基于一个中心化的GPU 阵列来作为物理形态来完成的。那么之前也说过，这主要是受制于现阶段人工神经网络的功耗和体积。可以期待是随着技术的进步，人工神经网络的体积和能耗它会变得越来越小，那么功耗也会越来越低。类人型的这种 AI 机器人呢，它会在各行各业中都崭露头角。那么比如说像救援，各行各业中的服务工作以及家用机器人等等的领域，那么人形机器人的工作，那么它就会整体上和人类会比较相似。那么它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特点，就是它必须得和
它的环境进行打交道，那么这就会要求人形机器人必须能够正确的认识自己所在的环境，以及自己所在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正确理解自己在这个环境中扮演角色需要怎样达到怎样的目的，他的工作是什么，也就是说他对环境必须得做出正确的反应。那么根据前面我们提到的一个神经表征主义理论来说，这个时候，神经表征主义它就会说，意识是个体与环境的交互过程中出现的。那么，比如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比如说，家庭机器人，那么这种产品，那么它需要理解复杂的一个家庭环境，它需要知道饭是怎么做的，锅是用来干什么的，微波炉是哪些东西可以做，哪些东西不可以做，那么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包括复杂的家庭环境，那么包括它还必须理解人类语言在不同背景下语言的意义，那么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包括家庭成员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那么甚至婴儿啼哭的一些意义，那么只有他更好的去理解他所在的环境的意义，那么他才能更好的去服务于这个家庭。那么这个时候，根据神经表征主义的理论，人形机器人的意识可能就会在这个时候的某一天突然就出现了。经过这么长一个铺垫和分析，是不是突然发现其实电影里面早就预言了一切，对不对？1999年的电影《机器人管家》Bicentennial Man， 以及2015年的电视剧《真实的人类》Humans，都讲述了相类似的一个剧情，也就是说，家庭机器人突然意识觉醒了，有了自主的意愿。那么像2016年的《西部世界》Westworld， 那么整个背景呢虽然不是家庭机器人，而是一个游乐场里面的仿真 AI 机器人。那么这些其实它和在家庭里面其实差不多，就是这些仿真机器人的话，它不仅要理解整个人类的复杂的语言，而且它要去理解整个复杂的剧情，以及自己在这个剧情里面扮演的一些角色，那么还需要跟人类有不同的一个交流，有不同的背景下的一个交流。在这种交流的背景下，实际上它有自己的在整个剧情里面的一个目的，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和不同的一些行为，那么这样子的话，实际上也是一个相对非常复杂，就是它作为这种一个复杂环境中的 NPC， 也就是非角色玩家的仿真人，那么它在不断的重复的过程中，它就逐渐的产生了意识。当然，另一方面，作为军事用途的人工智能的人形机器人，但我们说的人形机器人是就是一个一个的个体，它不一定就是人的形状，只有2只手之类，它只是一个个体，它也可能是一个坦克的样子，对不对？当然，作为一个军用的这样的这个机器人，实际上它也面对的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环境，包括什么样的人可以杀，什么样的人不可以杀，什么样的人要拘留起来，怎样会出现问题，包括各种语言啊，包括每个人的角色啊之类的，实际上它都是需要理解和掌握，而且它有自己的相关的一些目的。所以的话，军用机器人这一块的话，实际上也是可能出现意识觉醒的一个可能性。我们再来看一下意识可能出现的另一种载体形式——超级中央计算机。那么这个的话就有点类似，比如说电影《惊奇队长》里面的至高智慧 （Supreme Intelligence），或者电影《终结者》里面的天网。它们都是一个巨型的中央神经网络，不仅拥有自己的意识，而且还控制着整个人类或者整个外星智慧种族。他们可以发号施令，用他们自己的好恶来决定人类或者外星人的生死存亡。那么未来人工智能会以这种形式出现吗？按照整合信息理论，也就是之前讲过的 Integrated Information Theory (IIT) 的观点，是有可能的。那么之前我们在介绍整合信息论里面有说过，它有3个预言。那么其中第3点就是意识体验可以完全由系统内部产生，不需要依赖外部的信息输入，也不需要具有运动能力或可执行部件。那么如果这个预言是正确的，那么以中央计算机为载体的人工神经网络，它就可以是获得意识。
那么虽然它没有眼睛啊、耳朵啊、鼻子啊这种感觉器官，那么也没有手脚啊，哪里也去不了。但是呢，它这并不妨碍它通过比如说互联网获取信息，比如说无处不在的摄像头啊或者传感器去了解世界的一举一动。那么也不妨碍它通过互联网去给人类社会下订单，甚至调用无人机或者军事设备给军队下达命令，甚至启动核按钮。不过呢，从另一块方面来讲，就是这种以中央模式的以中央超级计算机为载体的神经网络呢，它更多的是一种对外部输入的信息和知识的一种整合，它并没有直接的和环境的一个交互，它不会主动的去建立外部世界的模型，那么也不会产生任何主动的目的，就它的目的是需要别人给它的，那么这就导致了它没有办法为自己的行为偏差，就是他有个目的，然后他去做出来这样的行为，然后这个行为有没有达到目的？如果没有达到目的的话，它就产生一定的偏差，这个偏差就没有办法反馈给他做一些模型的修正。那么所以呢，就是按照神经表征主义的理论的话，这种中央模式的人工神经网络，它就没有办法产生自主意识。就这个两个理论而言呢，笔者实际上更倾向于相信神经表征主义这个理论。那么也就是说，意识的出现它必须得是由个体和环境的一个直接交互中出现的目的而引发的，而不是像比如说信息整合理论中说的，只要有达到一定的信息整合能力，意识就可以出现。那么中央式的 AI 可以非常强大，甚至无所不能，但是它无法形成意识，它的一切的工作都需要由有意识、有能力的个体，就比如说像人类，去赋予它。当然了，如果未来的话，人形机器人也获得了意识，那么也可以赋予超级计算机、超级中央神经网络以工作命令。所以我们小结一下，主播认为，当人工智能发展到第3个阶段，也就是 AI 获得了意识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面 ，AI 的意识出现，那么它应该会是以一个人形机器人的个体的形式出现的，而不是以一个中央计算机为物理载体的形式出现的。那当 AI 机器人出现意识以后，社会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人类和 AI 会有大战吗？AI 会取代人类吗？且听下集分解。最后再次感谢您的观看，还麻烦您高抬贵手，点赞关注，欢迎在评论区留言。那么我们下期再会。